大家好，我是 Tony。我的 AI 時代這一集節目，我要分享我最近將36年前拍攝的婚紗照數位化的心得。36年前，1990年，我拍攝的婚紗照，當時婚紗攝影公司只有提供紙本相片，還有底片，並沒有數位化的光碟片。所以我最近重新翻拍當年的婚紗照片，並利用 Grok 這個 AI 工具修復及美化照片。回首當年我所拍攝的婚紗照，心情是感慨萬千。不過我感慨的不是婚姻，而是當年拍攝的婚紗照。為什麼呢？因為婚紗照是我拍過的照片中最不真實，而且最不像本人的照片。例如，我從來沒有化妝過，但是拍攝婚紗照的時候，婚紗攝影公司的造型師幫我的臉打粉底，然後化妝，而且吹新髮型，並穿上不符合我個人風格的服裝。而拍照時，我則像木偶般的聽從攝影師的指令，做出各種動作。而拍攝出來的照片又經過美化，我臉上的痣或是斑點全部被修掉，而變成所謂的如意郎君的造型。那我老婆呢？結婚那一年，她25歲，外貌是清新脫俗，但是拍攝婚紗照也是不能免俗，被精緻的化妝打扮。雖然化妝之後明豔美麗，但是感覺就不像是我原本熟悉的女朋友的模樣。但是沒辦法，在那個時代，婚紗照就是要這樣拍，不像現在的新世代，可以很有個性的拍攝自己想要的婚紗照，例如恐怖片的風格，或者是自由奔放的風格，只要我喜歡，沒有什麼不可以拍的。我們當年是選擇在愛國東路的好事達婚紗攝影公司來拍攝婚紗照。在1980年代，愛國東路是台北市的婚紗街，有非常多的婚紗攝影公司。因為這裡臨近中正紀念堂，那中正紀念堂佔地廣闊，很適合拍照。而當時又漸漸流行戶外婚紗攝影，因此在愛國東路形成一條婚紗街。所以當年我們拍攝婚紗照，除了有棚內攝影，也有到中正紀念堂，也有到附近的台大醫學院舊館拍攝戶外婚紗。當年的婚紗攝影公司及攝影師其實都蠻盡責的，也中規中矩地拍出符合當時社會傳統標準的婚紗照。所以我的感慨其實與婚紗攝影公司的表現無關。我這次整理36年前的婚紗照，我原本的想法是利用 AI 修復當年拍攝的結婚照，然後將照片生成為真實生動的影片。不過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運用 AI 將真實的照片生成影片，本來就容易發生失真的問題。而當年我們拍攝的婚紗照片，照片就已經不太像本人了。那用失真的婚紗照去生成婚紗照的影片，那當然就會更失真了。不過我還是嘗試看看，就當作是我學習 AI 技術的練習。結果如我所料，大部分結婚照片生成的影片，幾乎都不太像我們本人。運氣好一點，也許有1-2支影片有1-2秒或2-3秒稍微像本人，勉強可用。那這些勉強可用的影片，就成為我可以用來編輯影片的素材了。關於圖片如何生成影片，我在之前的節目已經有介紹過了，這裡就簡單的做一下複習。我是使用 Grok 這個 AI 工具，操作很簡單，就是上傳照片，然後選擇影片，按執行鍵，經過幾十秒 ，AI 就會生成影片了。而為了避免 AI 天馬行空的制作影片，我通常會在對話框輸入一些提示詞，例如女主角面對鏡頭不說話，表情自然，維持坐姿，保持原有容貌不變。這樣可以避免 AI 在生成影片的時候讓人物說話或是有所動作，而容易造成人物容貌失真的問題。所以我就將舊的婚紗照片一一生成影片，然後淘汰一些生成失敗的影片。我就運用勉強可以使用的影片素材，用剪接的技巧，完成一支36年前舊結婚照片生成的 AI 影片呢。暖暖陽光灑落肩上，
你眼中的我閃着光，快門已勾，捕捉這瞬間，定格永恆我們的誓言，期待未來每個明天，幸福畫面由我們領先，我們的幸福永遠。回首36年前拍攝的婚紗照片，雖然不滿意，但似乎也無法彌補。或許有人會說，現在可以重拍啊。很多老夫老妻在結婚20週年、30週年或40週年的時候，也會重批婚紗，再拍一組結婚照片。那這樣就可以依照現在自己的主張跟想法來拍攝一組婚紗照了。不過我認為畢竟是不一樣了，因為歲月變換了容顏，我們都已經不再年輕，不再是當年的容貌了。不過現在 AI 時代來臨，終於有機會讓我可以彌補當年拍攝婚紗照的遺憾了。就是我可以選擇在1990年左右，我與我老婆當年拍攝的生活照片或是旅行照片，用 AI 將這些照片生成為婚紗照。AI 可以讓我們以原來的面貌、自然的表情而成為婚紗照的主角。我就示範一下簡單的操作方法。例如，這張照片是1989年我與我老婆當時的女朋友在墾丁旅行時拍攝的照片。這張照片就是 AI 生成的。我將兩張原本是個別的單人照合併為一張照片。做法很簡單，就在提示詞輸入將兩張照片合併。合併完成後，我再輸入提示詞，讓女生穿上典雅的白色婚紗，男生穿上深色西裝，打紅色領帶。大約經過10-20秒 ，AI 就生成一張我與我老婆在墾丁拍攝的婚紗照片了。而且這是我們沒有被化妝，以最自然的表情所拍攝的婚紗照片。而當年我們拍攝婚紗照片時，我與我老婆就只能選擇2套禮服來拍攝婚紗照，所以我老婆光是挑選婚紗禮服就一再試穿，猶豫了半天才挑好2件禮服。但是在 AI 時代，我只要在 Grok 的提示詞對話框輸入“請提供女生的婚紗照”， AI 就立刻生成出各種女生的婚紗禮服。我可以選擇喜歡的款式，下載圖片，然後與我老婆的照片合併成一張圖片。這樣我就可以生成出我老婆穿着各種不同款式的婚紗禮服拍攝的婚紗照了。而我可以選擇更多當年我與我老婆拍攝過的旅行照片，用 AI 來生成為結婚照。這樣我們仿佛是回到過去，出外景去拍攝婚紗照片，而且是可以到很多不同的地點拍攝婚紗照。而且這每一張婚紗照片都是我們很自然的表情及姿勢，而不是聽從婚紗攝影師的指令所做出來的動作。以下就是我用 AI 生成出婚紗照的例子。
在我結婚36年之後的 AI 時代，我可以運用 AI 的技術重新拍攝一次婚紗照，而完成我心目中的理想婚紗照，彌補了當年拍攝婚紗照的遺憾。而整理36年前的婚紗照，我當然是很有感覺。回想當年，看看現在，我會更提醒自己莫忘初衷。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那一年，我們在這裡旅行，有海風，有藍天。如今我們再回到這裡，期盼未來有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們。像雲朵一樣輕輕 breeze 吹過髮梢，快門聲記錄幸福預告。你眼神閃耀着光，定格此刻甜蜜在發搶。我們笑着說好直到老，笑着直到老。